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俄罗斯将增加导弹库以威慑西方。因俄罗斯已公开对抗美国及其盟友，俄罗斯现已大幅增加武器生产，并预计今年生产的火炮数量将超过北约32个成员国总和。接下来，习近平访问巴黎，重点讨论贸易和俄乌战争。中国与法国强调合作，尽管有贸易摩擦，欧盟成员国对华态度不一。法国主张强硬对待电动汽车调查，法国希望中国向莫斯科施压，停止在乌克兰的行动。让我们关注坦桑尼亚420亿美元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的谈判，因政府拟议更改去年达成的财务协议而推迟，目前尚不清楚拟议的更改内容。但一位消息人士表示，这些更改完全破坏了项目的经济性。让我们关注美联储加息预期和美股走势受下周美国通胀数据影响。就业数据显示，劳动力市场降温，部分交易员将其视为美联储最早9月开始降息的迹象。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认为，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将对货币政策和市场定价产生重大影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中国5一假期期间，平均每日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 47%， 较2019年同假期下降约 30%。尽管当局出台措施提振房地产市场，但分析师认为政策不系统且效果有限。下一条，以色列呼吁巴勒斯坦撤离拉法部分地区，为袭击哈马斯部队做准备。哈马斯称此举将产生后果，美国对恐怖主义负有责任。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敦促以色列不要进行军事行动，因其会导致更多平民伤亡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巴西石油公司从印度装载了首批柴油，装载量为10万至10万05千公吨超低硫柴油。接下来这条，英超裁判将在水晶宫对阵曼联的比赛中佩戴头部摄像机，以录制短片节目，展现裁判执法的要求。该镜头不会现场直播，将在年内播出。下一条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大跌，因有消息称其可能失去与国家篮球协会的关键媒体权利协议。分析师表示，失去 NBA 转播权将对公司产生持久影响，因为体育内容对线性电视广告销售和会员费至关重要。下一条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副董事长格雷格·阿贝尔预计将接替沃伦·巴菲特，他将延续公司文化，即使他无法比肩巴菲特的传奇声望。阿贝尔预计将保持投资公司并避免向股东派息的记录。让我们关注周一美股期货上涨，因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好于预期，提振市场情绪，并促使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将提前降息。接下来这条， Spirit Airlines 预计第2季度收入疲软，原因是国内需求改善缓慢和数十架飞机停飞。下一条，通胀高企和经济增长报告令人失望，导致股市上月末突然下跌。这种经济组合似曾相识，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类似。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加息，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借贷成本上升，最终缩减了购房者的购买力。因此，房地产市场停滞。该10年本身成为滞胀的代名词，即经济周期高通胀、低增长和弱就业，导致经济停滞。虽然这些趋势听起来很熟悉，但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韧性，而且就业增长稳健。如今的主要问题是库存短缺。最后一条，泰森食品通过关闭部分鸡肉加工厂以降低成本，在第2季度获得高于华尔街预期的利润，并预计全年收益将进一步增长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